这车我本来不想拍的，太敏感了。你说夸它吧，一是违心，还容易被人说充值；骂吧，又要说，你骑个 V4 Double2肯定瞧不起国产，你崇洋媚外。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，横竖都得挨骂。大热天呢，跑去拍视频何必？吃力不讨好。但是这波不一样了，兄弟们，我堂弟想要4缸大跑切，这不我订了台送他。网上那些水军学着点啊，小黄这波支棱起来了。既然我出了钱，也算半个车主吧。我骑出去溜达2圈，说道，总没人骂我了吧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测个加速看看。测一下0-100加速哈，设备是车牙。当然，我只是一个拥有4台公升大帽的普通车友，所以水平肯定没法跟那些专业的测评来去比。测出来成绩比官方低个5-6秒是正常，所以大家看到了不要喷。我就正常按我这个新手的水平来测一测吧，温柔的骑一骑。而且我体重很大，所以测出来肯定是比官方标准要差的。我一共测了3次哈，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，我就不把视频放出来了。不过这个成绩你们可以自己看，我测了3次，感觉都挺认真去弹的，也没有近5秒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体重大，这个是肯定。换个正常体重的人来说，我觉得4秒大吧，正常体重的技术跟我差不多的普通人来说，4秒大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所以整体加速还行，它就是高转被限制了，有点可惜。好了，那加速测完了，我们继续把它骑上路，看一看其他方面的这些表现如何吧。4档4000正常这样巡航，它响应没那么快，你一把油下去，它过一会啊，再过一会啊，就转速要到8-9千才会开始发出，但是过了7000之后，那个震动就很密集的传递上来了，有点没法接受。溜这一小圈下来，它的动力说是加强了，但是我猜测是为了过排放法规，它机头马力增加了，但实际到轮上还是不怎么样，因为它低扭到6000转以前都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低扭的，然后6000转以后开始，动力会出来，到了8000左右，但是很奇怪，因为它就感觉就动力刚要出来，它就立马给你断油，然后6000到8000到10000这个转速区间是非常正的，脚踏手把都很正。破音方面倒是，我没有怎么听到破音了，不像以前黄龙会非常明显的有个破音出来。然后呢，骑行3角，我觉得还是坐垫偏低一点，然后脚踏杆，那个挡杆跟刹车后刹杆的角度，我会希望它能在就现在这样子，能再这样一点点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就操作起来也舒服一点，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国人平均身高，然后去设计的。当然这个角度什么都是可以定的了。然后刹车说是 Brembo 直推配2颗水鸟，但是其实应该是有阉割某些东西的，比如说刹车皮可能水鸟原厂是 HH， 它阉割成了 FF 的，摩擦系数会比我们正常市售买到的水鸟就是 M4.3 要差一点点的，这个是很明显的，而且。配的是一个18磅的直推去推2颗水鸟，手感会偏软一点点。然后这个不知道是油压开关还是因为它出厂空气没排干净啊？你看它的空层是很大的，就基本前面捏这一样是不怎么带刹车力道出来的。这边太堵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有赛6的经销商，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子，那没办法。然后。仪表 UI 我觉得有进步，比老款要稍微简洁，然后辨识度高一点，虽然贴这张膜试驾车我也不好吃。我还是不大喜欢这个转速，就是要慢慢上去，然后才有动力出来的这个感觉。
这个刹车的手感我不喜欢，我真的不知道是，我看一下吧，是机械开关那奇怪，因为正常理论上来讲，油压开关会比机械开关多一段空行层，然后你既然是机械开关，你前面这个空行层还这么长，就很不合理。要么是出厂空气没排干净，要么不会有比其他可能啊，就是出厂空气没排干净，也有可能运输过程中车子倒掉了或者怎么样，然后进空气了，不然正常不该有这么大空行层的。如果他把这个上泵的这个手感恢复成 Brembo 该有的手感，这个刹车制动应该还是可以的。因为我刚试了一下，按我正常的习惯，它是基本没制动力的。然后你要捏到这边，再往下捏，就是用捏侧推泵的这种方法来捏这个直推泵，它才会有发挥出来2颗 M4.3 应该有的这个制动力出来。所以这个我也不确定，我觉得应该是进空气了，不然 Brembo 配套，然后上下也装的是钢喉啊，不应该会有这么差的手感的。总结一下，已经试完一圈，我心里大概有数了。外观方面，说实话啦，我觉得这个定风翼它如果改掉会好很多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爱装这个定风翼，而且你看它是很小的，然后又弄这种水转印的花纹就很 low。然后最搞笑的是这个转向灯比定风翼还长，就你都要超了，你还不如直接学 V4 整豪特这边。我一直觉得这种就是繁复的这种复式的设计哈，包括新款的春风60SR单摇臂版做这种转向灯跟定风翼平行的设计，真的超蠢，一点品味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排气弄了一个山寨的 SC 的样式。其实外观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，我怕讲下去爆粗口，所以外观你们自己评价吧。因为我知道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外观很帅的。那其实这定风翼真的可以改掉了，或者后续可能会有国产厂家出一个类似 R1 或者 RSV4 那种新款的那种一体式的吧，就是这样玩出来，然后下去再折回去弄，我觉得会更搭这个车的外形啊。整体上我觉得外观比老款要好一些，然后做工也有升级。在发动机方面，这个车就蛮尴尬的，它就是低转拖拖的，有种把你2个鼻子堵住的那种跑步的感觉，就是有点费劲，有点喘不上气的感觉。然后高转吧，爽是爽，但是到了它刚要发力，就快要高潮那一下，突然给你开灯了，就突然就断油了，然后还震，对，6000转以后，它过了脱档期之后就开始震了，就是对整个行驶质感的负面影响是挺明显的。然后其实我说实话，它到高转就是刚要出力就断油，这点我可以接受，就我可以理解，但是震动方面的话，我会希望厂家能调控的再好一点点。它的低扭是明显不如前2天试那个奔达那个辽700，但是排量摆在那儿嘛，就那个车低扭的控制明显会比这个车更强一些，更饱满一点。就是低转那个辽700比这个车从容非常多。然后震动方面，2个车其实半斤八两，那个车是全段震，但是那个车震动比这个小一点点。然后这个车是到了高转震，这个车至少你在4000左右代步是还舒服的。然后那个车就是全段都是麻麻的感觉。说到震动，我还得再补一嘴啊！昨天我发了个动态预告啊，明确表示这车震动很大，但是却收到一堆这种攻击留言，你们自己看吧。震动大小和缸数不直接画等号的，我很负责任的说，就连 KTM 的单缸390震动控制都比赛6来得好。具体原因我解释不了，也轮不到我解释，但是我胜在车多。市面上能买到的，我基本上都深度体验过或者拥有过，所以真的不要再有这种惯性思维，觉得缸数多就是好，就是平顺了。你不信邪可以自己去买一台试试看嘛，坐在手机后面敲键盘指点江山，谁不会啊？有调查才有发言权，何况我确实已经订了一台了。我拍之前就想到过会挨骂，但是真的没有料到啊，都2022年了，还有人深陷这种谣言误导无法自拔。真的劝屏幕前的各位啊，如果感兴趣或者不信邪的，自己去店里试试车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操控方面的话，说实话有一点点的笨。你如果双手离把去摇这个车的话，还是感觉它很正，就是还是感觉它很笨的。所以整体就这样咯，比起上一代，就比起最早的龙6，我觉得是有一些改善的。首先它的点火速度，然后它的发动机的运行品质比老款要好，就是比之前倍耐力的龙6要好不少。然后上一代赛600我试过一次，我觉得
也是有改善一些的啊。它官方宣称的这个马力有变大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去应对它的排放法规。它的机头马力是有增加，应该是有增加，但是到了轮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，可能被3元什么堵住了。后面你换条排气，换个高流量空滤，应该可以恢复。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，还是一贯的前驱水准。这个外观我不想评论，然后做工比老款有好一些些，仪表 UI 什么的有进步，就整体确实是有升级，但是依然没有到我心中那个水平。所以大概就这样了，我已经讲得很委婉了，你们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店里试一试。我是小黄，下期再见。